我们小孩知道啥呀？小妹还会查案。行，你说说。你要让个孩子在这胡说八道，警局不是托儿所。办案讲究的是证据，听一听，又不会有什么损失。人在冻死前，身体里的体温调节中枢和神经失调，反而会觉得燥热，有可能出现反常脱衣现象。再加上死前会肌肉松弛和产生幻觉，部分人会呈现微笑脸。死者2点都不符合，反倒是皮肤出现暗紫色尸斑，脸下结膜点状出血，这都是缺氧才会导致的体征。再加上他嘴上的轻微挫伤，他根本不是冻死的，很可能是被人按住口鼻，活活捂死。这小子说的再怎么样，对呀，我也觉得死因是这个，可小妹怎么知道？这老头没财没色的，谁会杀他？你还真把小孩的话当真呀？走，别胡闹了行吗？又不是柯南，捣什么乱啊？江法医，死者的死亡时间确定了吗？死亡时间在凌晨2点左右，初步判断是被捂住口鼻窒息而死。还真是命案！给大人检查监控。小妹，你真厉害。不过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哎呀，完了！上辈子我就是太能装了，才会天妒英才，这辈子怎么还是憋不住啊？家里有很多刑侦的书，我偷偷看的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饿呀！二哥，我想吃烤鱼。烤鱼？你以前不是从来不吃烤鱼吗？我最近特别想吃鱼，可能要长脑子了吧。好，二哥这就回家给你烤。走。这丫头怎么突然变这么机灵？真是长大了。这道题应该就是选 C。二哥真是个憨憨，怪不得徐宝宝的数学只能考30分。唉。大哥，案子怎么样了？我回来洗把脸。小妹，你最爱吃这家店的蛋糕，大哥给你带回来了。谢谢大哥。这么简单的案子居然还没有破，算了，我可不想再帮警察的忙。这案子过了黄金48小时，肯定更难破。难道这世界上又要多出一个 A 级通缉犯？什么 A 级通缉犯？本天才不过是 B 级，这人的作案手法这么低级，竟然排在我前头。只要把 A 级抓包，就是顶级。我先回局里了，吃完早点睡，注意安全啊。二哥，我上个厕所。快点啊！好像选了也不对。死者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，监控没有疑点，公园里人多混杂，现场不可能没有留下痕迹。抓到你了，小妹！小妹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小飞不是在辅导你作业吗？这些材料是局里所有人的心血，万一弄脏了、弄丢了，会影响破案的。你不能拿来玩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没有玩，我……走，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？还好在你手表上装了定位，急死我了！大意了。小飞，赶紧带小妹回去。我不走，大哥，我找到了凶手留下的脚印。什么？你看。刘长春，走，高局要找我们开会。这熊孩子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他该待的地方吗？这么重要的档案，你敢让孩子玩？你疯了！这是我的失职，我会打报告，申请处分。喂，我说大块头，是我想帮忙破案才偷看的，和大哥没关系。你怎么破案？都已经过去30个小时，所有人都在着急上火，你个小屁孩在这捣什么乱？他才6岁，你说他干什么？人命关天，他负得起头吗？他这么大的案子哄小孩玩，真是一点专业素养都没有，就不配穿这身警服。
是，你专业，你把证据都要踩没了。这就是凶手留下的脚印。公园人员混杂，现场有很多脚印，你是怎么判断的？哼，你还问孩子？行，你们慢慢玩过家家，我走。哼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大哥不明白，我教你。听好了，徐大师开课了。死者平时白天才会去公园，可他却在凌晨的公园出事，所以公园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凶手是抛尸，他扛着尸体，重量必定加重，脚印会变深，是不是只有这个脚印最深？好像还真是。小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这算什么？我还知道凶手身高170，年龄在40到45。对，这脚印的深浅就算你说对了，年龄还能瞎猜？你这是在胡闹！谁说我是猜的？从一个人的脚印大小、宽窄，套用公式，可以推算出他的身高、体重。这是足迹检验最基本的常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你这根本就不是线索。那满大街1.7米的中年人多了去了，难不成都是嫌疑人？如果凶手是跛脚，是不是很好找？好，二哥，帮我找一样东西。好。二哥，走几步。哦，好。年轻人，力气足，大多脚印清晰，步伐较大，压痕重心在前爪。中年人就会步伐又稳又小，重心落在后跟。最重要的是，凶手左脚重心轻微偏向外倾，明显是个跛脚。有了这些线索，很快就能锁定嫌疑人了。不是，他敢说，你就敢信？足迹分析难度那么大，全国的专家一个手就数得过来。你这孩子才多大呀？他要有本事，那我干脆别干。那我们就问问首席的足迹专家马老师，看看我们值不值得相信。马老师您好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足迹，想请您看看。是，我们想知道犯罪嫌疑人的体态特征。什么？1.7米左右的中年男性，左脚矮于右脚3公分左右，轻微跛脚。啊，他真会查案。赵队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大哥，年轻的不？我说话算话，我现在就打报告主任。哎，走什么走？你就不能改改你的臭脾气啊？我本来还有一个重大的线索还没说。唉，学生们都走了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哎，什么线索？从足迹来看，凶手在搬运尸体的时候，脚步不慌不忙。说明凶手的心理素质很好。第一次犯案的人很少这么冷静，就算要靠手，也会下意识选择远离市区的偏僻地方，避免被人发现尸体。我怀疑凶手不是第一次作案。不可能，本地的所有前科犯和通缉犯我都知道，根本没有跛脚。不，半年前在北市出现的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，目前唯一已知的线索就是那个人也是一个跛脚，不排除此人有离开北市的可能。烤鱼来喽！小妹，快吃，多吃点啊！北市最近发生连环杀人事件，凶手在半年内连续杀害7名女童。在警方的大力排查下，近2个月以来并未有人遇害，但凶手仍未落网。你这都是推测，根本没有证据。案子的受害人都是孩子，要真是同一个人，他为什么要杀那个拾荒老人？这受害人
这区别是有点大。小妹，你是不是推测错了？如果我是凶手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了我的脸，因为他看到了我的脸，他一定是在作案的时候被老人无意间发现，才会灭口。可他为什么要把尸体丢在公园呢？哼，你说的跟你看见一样，越说越玄乎。你以为你是监控啊？犯罪心理画像也是刑侦分支，你不会，是你菜，不代表我不行。我看你是动画片看多了，脑子里边想的什么呀？说谁呢你？小美帮我们找出犯罪人的足迹，帮了大忙，你有那本事吗？是，我承认他有点能耐，但是连环案就是胡说八道。行了，老赵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嫌疑犯的体征，我们得安排搜捕了。小美，你立了大功，但是连环案比命案的性质更恶劣，没有证据，大哥不能下定论。我是拿不出什么证据，全凭推测。可是，凶手在北市第2次犯案和第1次间隔2个月的时间，40天后第3次犯案，27天第4次。他作案的间隔越来越短，他忍不住的。大哥，我敢保证，他一定是在下手的时候被撞见了。你还说你没有撒谎？云城最近根本没有命案。再拖下去，真的要出案子了。行了行了，薛长春，管好你家熊孩子，别让他捣乱。徐队，赵队，徐队，赵队，有孩子家长报案，说是小孩被尾随了，我们怀疑是北市连环杀人犯流窜到云城。什么？孩子怎么样？孩子没事，他当时在杨柳胡同，有个老人大喊了一声，把嫌疑人吓跑。大张想托我们找到那个老人，好好感谢对方。小梅，真棒！我就说我是不会错的。可为什么抛尸地在公园？那里有什么特别的？公园距离警局只隔了1条街，偏要选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他是在挑衅。你以为没人能抓到你吗？立刻上报审厅，展开搜查。是。等等，别走，二哥，给我一份云城地图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让我们再看你画画？小梅画的一定跟案情有关，再看看。公园，杨柳胡同，他有命案在身，一定会选择身份排查不够严密的地方。这几处地方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，多次犯案却没被抓住，说明他心思缜密，反侦查意识很强。他不会在居住周边作案，一定会找缓冲区，用来切断自己和案件之间的联系，能与案发地和抛尸地形成缓冲的地方。大哥，我找到凶手了，他在这儿。你这小孩随便画个五角星就让我们去搜捕，开什么玩笑？就按小梅说的布置。石长川，你有病吗？小孩都不懂事儿，你难道不知道一次搜捕需要动用多少人力？要说你去，我不去。既然都要排查，从这里开始有什么不行？行，要是嫌犯不在这儿，你等着挨处分。怎么样，队长？这片腿脚不好的就只有林不过，他2个月前租的房子。房主有一次偷偷进去调电表，在他房子里见过绳子、刀具和一堆小孩的照片。老林，老林，开门。
手！不好！这么晚了，怎么会有人敲门？大哥没带钥匙？谁啊？楼下的，我家漏水，都漏到我们家了。啊？我家没漏水啊。想要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家里人不在吗？不对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他刚刚一定是在家，才会发现漏水。脚底沾了泥，裤脚还带着泥土，说明他是从外面过来的。他撒谎。叔叔，我二哥在家，我去叫他。哎，小朋友，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啊！叔叔知道你大哥二哥呀不在家，叔叔是好人，放心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到叔叔家看看漏水的地方就知道了。啊！糟了，冲着我来的。等等，他也是跛脚，难道他就是连环案的凶手？我现在的小身板可揍不过他，只能用这招了。二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朋友，长这么乖，怎么说瞎话呢？再胡说，叔叔可要生气了。啊！别动！小妹，没事吧？二哥真帅！林国光，我们怀疑你与8起命案有关，这是你的逮捕令。林国光，42岁，原籍北市，做过修车工、水管工。昨天凌晨2点，你在哪儿？你以为不说话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？抛尸现场有你的脚印，还有你家里的绳子和小孩照片，这些足够让你判刑了。林国光，我告诉你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今天如果好好认罪，法官在判刑的时候会酌情考虑。那什么，两位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吧，没劲儿了。是。啊！说吧，为什么杀害拾荒老人？我说，啊，味儿味儿不错啊，这馅儿不错啊，谢谢两位啊。嘿，林国光，装傻充愣对你没有好处。我趁早交代。交代什么？你不是有证据吗？还需要我交代？有本事自己找去啊！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在我面前演戏呢啊！告诉你，别以为我啥都不懂啊，我是懂法的。你们有没有证据啊？那公园里人来人往那么多人，有个脚印怎么了？没有凶器，没有口供，你们根本定不了我的罪。赵勋，哎，浪费粮食啊！你们这样浪费粮食可不对啊！他就这么仔细，没留下其他证据，人过留痕，只要他做过，就一定有蛛丝马迹。
他知道自己一旦坦白，肯定就是死刑，根本不会开口，得另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肯定把证据都销毁了。证据要是不完善，到了检察院那边肯定会被驳回。难道这人就白抓了吗？不，凶器还在。啊！高举，高举，情况怎么样了？从发生命案开始不到30个小时，你们做的已经很好了。审不出来就继续审，实在不行就请省厅的审讯专家。伯伯，我找到证据了。走，高居重纪律。早间审讯室本来就不合规，你别惹他。这孩子是……我家小妹。哦，这小女孩上次见她还没有满月，眨眼间长这么大了。你们兄弟俩辛苦了，没事儿可以带她去我家小住。我老婆最喜欢小丫头了，不过警局是办案的地方，我不能再带孩子过来了。高举，这小孩他可不简单呐！嫌疑犯的脚印和活动范围都是他查出来的，现在他还说找到了凶器。胡闹！这案子涉及8条人命，怎么能让孩子掺和进来？高举，别看小妹只是个孩子，但她是有真才实学的，不如就听听她的想法。小妹，你……小徐，你是老刑警了，你怎么能在案子上犯糊涂？不管你家孩子说的是对是错，你都违反规定。你让我怎么打报告？6岁孩子破案吗？别说了，小飞，把孩子带走。等一下，小妹，你确定凶器真的还在？高举，我相信小妹，只要这个案子能破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案件结束后，我申请你爱孩子也要有个度，孩子说的什么你都信啊？伯伯，我有证据，不信你看这个瓶子。你这丫头还真有本事，是伯伯对小孩有偏见了。有了证据再指认就会容易一些。去吧。是。哎，怎么都走了？那个警察同志，我渴了，我要告发你们，给我拿水过来，我渴了。伯伯，这人看准了你们好说话，不会被拿捏的。不如让我去，我会让他都说出来的。不行，这不合规矩。不过数次帮助破案，可以破格让你去旁听审讯。年龄小，偶尔插嘴很正常。姜还是老辣。赶紧来，警察！吵什么？啊！行了，不是要审我吧？耗了这么久，赶紧抓紧时间。想问什么？想怎么审？开始吧！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没人能抓到你的小辫子？唉，其实你已经错漏百出，在现场留下了很多证据。你们干嘛呢？你们逗我玩呢？找个小孩过来啊！是，我确实喜欢小孩，但是你们不能拿一个小孩来撬开我的嘴啊！啊！你们太瞧不起人了，你们瞧不起我。撬开你的嘴巴很难吗？我只需要10分钟，就能让你亲口说出杀人的过程。哎呦，还10分钟，就凭你，我给你10年。那就看看谁输谁赢了。大哥，你不肯开口，无非是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没证据就没办法动你，所以你才这么猖狂。作案后将尸体
丢到警局对面的公园，还找上了身为警察家属的我。可惜你是自作聪明，一个脚印就出卖了你。你家里也到处都是证据。不就是绳子吗？那只是我出去干活用的工具而已。不是绳子，是瓶子。人的习惯很难改变。我观察过，你家里的水壶和保温杯很旧，尤其是保温杯，上面的划痕很多，说明你经常外出携带。按照常理，你在外需要买水的可能性很小。那桌上的矿泉水瓶怎么解释？瓶身很新，是近期买的吧？是什么超出了你的计划，让你不得不买水？真是啊，我渴了，我出去买瓶水喝，不很正常。那你是在哪里买的？是杨柳胡同附近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买水的地方还记那么清吗？我忘了不记。你当然记得，因为水不是重点，瓶子才是。你跟着小孩被拾荒老人看见，当时天很黑，你跑得又快，你确定小孩没有看见你的脸，但你不确定拾荒老人有没有看见你的脸。你为了保密买了水，用空瓶子做诱饵，杀人灭口。小二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只是你的猜测，这证明不了什么呀！啊，的确，你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把瓶子带回了家，就是避免留下物证。如果被问起，也可以说是在其他店买的，毕竟附近的监控都没有拍下你。不过，有了你的照片，再去案发现场5公里内的超市问一问，你猜超市老板会不会记得？早知道那是死人地方，我就躲远点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不会是为了早点结案找我顶罪吧？啊，你们这样还有王法吗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你老实点。小妹，就算超市老板记得，你只能作为间接证据，只能作为补充的一环。我知道死者的口鼻里有纤维，你们认为凶器是毛巾一类易销毁的纺织物，但林国光的习惯告诉我，他的作案工具是手套。你对物质的欲望很低，家里只有必需品，衣服和鞋袜都穿了很多年，就连一双发黑的手套都没有扔。那你为什么会有一副新手套，还把它洗得格外干净？因为那上面沾了不该有的东西。死者年老体弱，可他毕竟是个成年人，死前必定会挣扎，挣扎时很可能会碰到你的手套。水可以洗掉他的指纹，但棉布纤维里一定还有死者的皮屑，拿它去鉴定就能成为最直接的证据。有了人证、物证，再确定凶器，加上屋子里的照片，就能证明你的作案动机，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，哪怕是零口，也足够给你定罪。你确定还要装下去吗？小东，把林国光的手套送去鉴定，下去。林国光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负隅顽抗没有意义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是那老头子多管闲事。我看那小孩一个人怕他出事才跟着他，是那个老头。孩子，快跑！他看不过去才起了争执，我们俩才吵了起来。我只是一时失手而已。胡说八道！杀了7个孩子，你跟着他干什么？你心里面清楚。哎，
杨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！我就犯过这一次错事啊！你是说你不承认北市的那些案件，可你的家里挂满了受害者的偷拍照？哎呀，警察同志啊，我只是好奇这个案子，在家里研究研究啊。哎，我听到了啊，外面吵得沸沸扬扬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呀，这么厉害，一下子杀了7个人呐！哎呀，7个，而且还听到他们说，警察还没抓住他。哎，而且这警察是不是没有抓住之后，就一直心里想着、惦记着，吃不好、睡不好的？哎，你们晚上是不是还要做噩梦啊？你什么还得意的？你这个畜生！赵队，冷静！赵叔别气，会做噩梦的人不是你，是他。小孩儿，你很聪明，我漏了这么一点点的破绽，还被你看出来了。急呀，时间到了，一应不免。还剩3分钟，够了。你这么在乎输赢，是不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赢？你自作聪明，以为把物证带走了就没有证据，半年来多起犯案都没有被抓，你越来越大胆，开始挑衅警察。你只承认杀害拾荒老人，目的就是让北城的连环案成为悬案，想要所有人记住凶手。这种极端的自负，通常来源于极端的自卑。我自卑？我有什么好自卑的啊？你出生在北市的农村，你爸爸是个酒鬼，还有暴力倾向，邻居都听见过你和你妈挨打的声音。你妈妈对你很好，可你8岁的时候她就失踪了，别人都猜测是被你爸爸打死，唯一对你好的人不在，你爸爸变本加厉，甚至打断了你的腿。从那之后，本来全校第1的你，成绩一落千丈。你童年不幸，看见其他小孩比你过得好，就心里极度不平衡，所以才对他们下手的。可造成你不幸的元凶是你爸爸，你却根本不敢报复他，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懦夫。你猜错了，我根本不在乎我的过去。你不只在乎，还渴望被爱、被关注，不然3年前怎么会找上你爸爸？可惜啊，他压根儿不想要你这个儿子，把你毒打了一顿，赶走了。你还真是一个没人在意的可怜虫。闭嘴！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，我只是找他需要钱，我不需要亲情，我一个人活着就够了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妈妈还活着呢？不可能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当年因为技术落后，警方没有足够的线索来源，只能判定为失踪。在你被捕前，我们已经联系上了你的母亲。不对，是你们想套我话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你不相信，大哥可以让你亲眼看到的。如果你老实交代，我们会联系你的母亲。如果她同意，我们会申请安排你们见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是知道警察是不会骗人的吗？大哥答应你，就一定会做。林国光，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。北市连环案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做的。我第一次杀害的是一个4岁的孩子，是因为那天
半年了，贝城的案子终于结束了，希望受害者和家属们多少有点慰藉吧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还有你这个大功臣，伯伯会给你申报，给你发奖金，钱不多，就算是一份奖励。啊，高局，这不合适吧？哪能在报告里写一个6岁小孩破的案呢？你呀你！奖金有什么好的？我可是要抓光 A 级通缉犯，跻身顶级犯罪的人，我才不在乎钱。不用了，伯伯，配合警察工作，人人有责，不用给奖金的。真是好孩子，天生就是干刑警的好苗子。这个案子还要收尾，咱们先走。是。等等，你们答应我的事还没办，怎么能走？我要见我妈，给我见她。你放心，比起你，我更希望你见到你妈妈。什么意思？你母亲住在南城，就算她同意，你现在也见不到她。不过，我可以当着你的面给她打个电话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喂，谁呀？你好，这里是云城刑警队，请问你是林国光的母亲郑秀文吗？我不是。那请问你认识林国光吗？他犯事儿了吧？那孩子小时候跟他爸一样，生气了就砸东西还打我，真的很害怕。那个警察同志，我儿子不知道这是我得挂了。别挂，妈，别挂呀！不对，她不是我妈，你们骗我！我猜你妈当年是逃走的，不然你提起她，你爸不会这么气。但这不怪他，他受过家暴的苦。当他发现他的儿子也想做一个施暴者，他必须逃。林国光，你妈妈是唯一在意你的人，是你把她逼走了，以后没有人会再记得你了。你们别走，你们回来！爸妈，小美长大了，也懂事了，现在学会了破案，还帮我们抓到连环凶手。我和大哥一定会好好照顾她，你们泉下有知，就放心吧。小飞，你有没有觉得，自打小妹从滑梯飞下来，好像就变了一个人？是，以前她最爱吃的零食，现在一口都不碰。小妹现在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人怎么会突然变得聪明，就连口味也变了，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回来了。小妹，不是说二哥去接你吗？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下午考完试，老师就给我们放假了。二哥放心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很安全。小妹，卷子带回来了吗？给大哥看看。大哥怎么突然想起卷子？难道他怀疑我了？还好我早有准备。32分，比上次还多了2分。小妹，真棒！看来小妹只是在破案有天赋，是我想多了。喂，小邓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又有案情了，不行，我得让大哥带上我。大哥，我可以帮忙的，带着我吧。不行，这次是命案现场，去了会吓到你的。大哥，就带小梅去吧，她和咱俩一样，都是干刑警的。她看尸体和做题一样简单，就带她去吧。好吧。哎呦，杀人了呀！结果。
死者身份确认了，刘苗，21岁，大学生，今天刚请假回家，被凶手用家里电视线勒死，死亡时间12点半左右。1点20，死者的妈妈张丽英买菜回来时报的案。死者的父母说，家里的现金和首饰都丢了，被怀疑是凶手在偷窃过程中被死者发现，激情杀人。他们有钱就拿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我的儿子啊！警察同志，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找到凶手，不然我的儿子怎么安心的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小偷真坏呀！这小偷可真坏呀！不，这是熟人作案，而且凶手是一个你们很信任的人。这是谁家的小孩？我儿子出了事，你还带着孩子来看热闹，你要脸吗？你误会，这是我家小妹。你说说，为什么会是熟人作案？不是，你是来查案的还是来带孩子的？啊？他才多大？你问他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我们办案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，而且我的小妹刚刚破获北市的413连环案。你骗谁？字儿都认不全。他要是能查案，我就是包青天。你要是不能查案，就滚！滚！滚啊！你把我们赶走，你是不想知道凶手是谁了吗？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，不过请您相信我，先听听小妹说说。她要是说不出话来，我就去找你们领导，看你们受不受惩罚。我要是说的有道理，你就给我大哥和这些哥哥姐姐道歉。这小孩行吗？你要能查出凶手，我跪下磕头都行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。首先，死者穿着睡衣拖鞋，说明出事前他在家里休息。如果是小偷作案，他在发现家里有人就不会进来，而且小偷一般都会选择夜间行动，不会选择中午。第二，窗户是在里面锁好的，小偷想进来只能从大门进，可你们家的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，那就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就是死者认识凶手，给他开了门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儿子善良懂事，怎么会认识小偷啊？的确，一般人不会穿着睡衣见客，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，凶手自己开了门，他有钥匙。有钥匙怎么了？小偷都会踩点儿，他就不能偷偷配个钥匙啊？新配的钥匙和锁眼有磨合期，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定会留下痕迹，可你们家大门的锁眼没有新的划痕，所以凶手拿着的是一把用了很久的旧钥匙。说来说去都是废话，我们家就没丢过钥匙。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，凶手偷走了所有的现金首饰，目的明显是求财，可他翻找的位置很少，除非你们告诉过他藏东西的位置，否则他不会找得这么准确。你们一定认识他，还很信任他。要是你们真的没有丢过钥匙，那就是你们引狼入室，亲手把钥匙给了他。确定这一点，再加上尸体上的痕迹，可以看出整个作案过程。死者从屋子里出来，看见凶手行窃的过程。你谁？干什么呢？冲过去想要制止，所以他倒地的位置才会和卧室门、大门都有距离。凶手是慌乱之下激情杀人，他只想要钱，没有准备凶器，只好临时扯掉你们家的音箱线作案。家里没有第二个陌生人的痕迹，可以确定凶手是单人作案。这是啥好人家，把钥匙给别人，看看出事了吧？保不准啊，给小三儿了。这不能吧？这老刘两口子看着平常挺恩爱的呀。
看着不像那样的人呐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是啊，老刘和那20多岁的秘书，谁知道怎么回事呢？胡说八道！我不可能把我们家钥匙给外人。死者个子高又正年轻，凶手想要一个人勒死他，以女性的体力是很难做的，就算是男人，身体素质也要很好。所以凶手是一个你们熟识的身强体壮的男人。哎，老刘媳妇儿出轨了？这不能吧？这看不出来啊！哎，你这臭丫头，你存心伤坏我名声啊！我没有，明明是他们乱猜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儿子刚走，你这丫头在这儿装神弄鬼，你说他不得清静，你给我滚！你滚呐！小妹，死者的家属情绪很激动，听大哥，你先回去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为什么他们就是不信？万一被凶手逃走了，找起来可难了。唉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都抓光啊？小妹还不高兴呢？唉，我们排查了死者的关系网，确定了3个嫌疑人，但都排除了，还想着请你帮忙给大哥看看。既然你心情不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大哥，二哥刚才给我做了好吃的，我可开心了。真的？那你帮大哥分析分析。死者的父亲刘旭东生意做得不小，他们夫妻俩经常接济亲戚朋友。我们圈定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刘旭东的堂弟刘强，他最近沉迷彩票和赌博，欠了不少债。不过案发时他不在本地。第二个嫌疑人是谢宇松，他是张丽英闺蜜的老公，最近找刘家人借钱还贷款。这是谭楠，他是刘家夫妻的老同学，女儿患有基因病，案发时正在医院。大哥，你的调查方向错了，这3个人不是凶手。他才是凶手。你确定？他跟刘家夫妻关系并不亲密，而且案发时他也有不在场证明。非常确定。你看这个。小东，嫌疑人确定了，你先带人去盯着他。谢谢小妹，那我就先回局里了。警察同志，这都1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我儿子还等着下葬，找不到凶手，他怎么入土为安呢？我知道你们很难受，但是我们有规定，不能够透露，而且这案子也不归我管。死的是我儿子，凭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就是查不到，你算什么警察？你先别激动。你可算来了，死者家属都找上门来了。是你，我儿子的案情不能让他管啊！你来查。我们是有纪律的，这种事不可能因为家属的意愿改变。什么不能更改？一个带小孩进入案发现场的人，怎么配当警察？怎么给我儿子讨回公道？你要是做不了主，我就去找你们领导。你走了就等着后悔吧。你这小孩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找到凶手了，怕你们又不相信，特地来做案情分析。老婆，难道你真相信这毛孩子？他才几岁？我就是想知道是谁害死了儿子。这案子并不难，知道是熟人作案，
可以通过社交网先做筛选。凶手身体素质很好，这些人当中可以暂时排除掉不具备作案条件的人。案子还没破，还不能向家属透露，这不合规。小妹又不是警察，她哪知道怎么破案？她就是在讲故事。再暂时排除掉不具备作案动机的人，有明确不在场的人，关系不够亲密，不足以拿到钥匙的人，就只剩下6人：刘强、谢雨松、谭楠、马长山、杨通、陈志忠。装的还挺像。什么马长山？我根本就不认识。你分析啥？他是你妻子的熟人，那就算是你们家庭的社交网。怎么可能？我老婆的亲戚朋友没有我不认识的。是吗？你们感情这么好，你妻子怎么会找马长山做情夫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血口喷人！我们结婚20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我老公。老婆，不生气啊，我们老夫老妻的，我怎么可能不信你信外人啊？你这孩子造谣，信不信我告你？是，在你来看，你和你妻子感情深厚，几十年如一日戴着婚戒，可我上一次在你们家的时候，你妻子没有戴哦。胡说八道！那天我刚买菜回来，想着要做饭，就把戒指摘了。你就凭这一点说我出轨？戒指戴久了，手指上会有戒痕。如果你只是偶尔摘掉，戒痕会和你丈夫的差不多深。可你的戒痕很浅，你一定经常摘掉它。一个人要做什么才会觉得婚戒碍事？那就是去见情人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哼，老婆，摘下来看看，让他闭嘴。我老婆，你的戒痕怎么这么浅？老婆，你的戒痕怎么这么浅？难道这孩子说的是真的？你对不起我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嫌麻烦才偶尔不会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差这么多。难道你不相信我？我怎么会不信你呢？小妹，每个人因为体质不同，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出现的。看吧，警察都这么说，我真的没有。所以说，你还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他出轨？我当然有证据。你平时是不化妆的人，全家出去玩也不会打扮，可你随身都会携带化妆包，化妆品也消耗很大。不上班又不爱化妆的人，会在什么场合精心打扮？还特意摘下婚戒，只有见情人的时候。而且你和情人的接触非常频繁，甚至为了方便约会，还把钥匙给了他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马长山是谁？老公，他是隔壁社区的，我和他碰过几次面，说过几句话。老公，我跟他清清白白的。就算是你不相信我，可苗苗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难道我会害死他吗？死丫头，三言两语就想挑拨我跟我老公，你做梦！看来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了。如果你和马长山没有关系，你怎么会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？七宝莉皮包、普拉拉格子衫、
阿巴尼西装，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现在你丈夫的衣柜里，却在马长山身上出现。哇，还有 CK 的内裤，你们真的没有关系吗？他身上真的穿的都是这些奢侈品？张丽英，现在马长山有杀害你儿子的重大嫌疑，你还不打算说呀？张丽英，我们的感情你可以不在乎，想过就离婚，害了我们的儿子呀！我没有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我也是人呐，是你做到，一个月你才回家几次啊？连我爸妈去世，你都在出差，是马长山送我回的老家，我给他钥匙，只是想他能常来陪我。我也不想儿子出事啊！杀他的人不会是马长山，不可能是他。是啊，我刚才想，马长山的住所跟他们家距离不远，走路大概是要半小时左右。园区的进出口也只有一个，这个监控和保安都能证明，案发当天早晨的11点40分，他进去之后就没有再出来了。你怎么没有把他排除在外啊？因为他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。你看这个，2个小区距离2公里，正常走路是需要半个小时，可马长山才24岁，他年轻力壮，还有健身的习惯，以他的体力完全可以缩短时间。案发时他说他一个人在家，其实他根本没有人证，所以他的不在场证明并不成立。可他是怎么离开的呢？另外2个出入口都是封死的，外墙也有3米高，徒手是不可能爬过。他会户外攀岩，他家有成套的攀岩工具。为了保护山体，像岩线、钩环和凸轮这种攀岩工具是靠精密设计固定在岩缝里的，事后可以取下来，不留什么痕迹。可园区的墙壁上没有缝隙，如果马长山是翻墙过去的，必定要用岩钉一类破坏墙体的东西。大哥，小邓，你现在就去马长山小区的外墙看一看。什么？你确定是岩钉？你现在马上抓人，我马上过来。他说他们小区物业的人抱怨过，他们的外墙最近被钉了几个很大的钉子。赵队，后面就辛苦你了。哎，去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想到真的会害了儿子。真话，你给别人说吧，我们离婚。老公，张丽英，关于马长山的事情，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！我认识他那么久，我给了他那么多钱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他不可能偷我的东西！我不知道，马长山在老家买了房子，准备和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结婚。唉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等等，凶手不止一个人。高局，马长山都已经交代了，包括作案时间和作案过程。案发不过24小时，你们就逮捕了嫌疑人，你们做得很好。这次多亏了我家小妹的帮忙，是她发现了死者母亲和嫌疑人之间的关系，案子才会这么顺利。你呀你，不过要不是那女孩跑过来给死者家属上课，咱们还真不好办。她是又帮了我们大忙。这样，我把报告先给省厅发过去，再给你妹妹申请一个荣誉证书。谢谢高局。婆婆，不能交报告，案子还没结束。小妹，大哥，我见到尸体的时候，
他的尸斑形成的还不够明显，这是在他死后8小时拍下的。尸斑已经稳定，能看出死者右臂内侧发现一道很浅的掐痕，看着像是凶手留下的。可不会是他，现场还有第3人，这是多人作案。这是非同小可，你能确定吗？马长山和死者缠斗的过程中，死死勒住死者，根本不可能放手，是他的帮凶按住了死者的胳膊。马长山如果有帮手的话，那么他应该会死死地按着死者。可这个痕迹为什么会这么浅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如果我是帮凶，我一定会用尽全力，除非死者不再挣扎。人从窒息到昏迷需要10到15秒时间，这么长时间，死者怎么可能会不动？这不合常理，你得拿出确实的证据，否则我只能如实上报。我没有证据，可是我的推断不会错的。高局，请给我们……咱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，不然怎么向检察院交代？怎么向老百姓交代？难道我要在调查结果上写你们怀疑还有凶手，请省厅再给几天时间查案，像话吗？这样，我再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，你们赶紧去现场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是。小梅，现场似乎真的没有第2嫌疑人的痕迹啊。奇怪，我的推测不会错。死者见到凶手在偷东西，冲过去要打架，他的反抗意识很强，被勒住脖子就拼命的挣扎，所以地板上才会有新鲜的擦痕，凳子腿也被抓破了。是啊。可说来奇怪，第2嫌疑人面对死者，死者很容易就能碰到他，可死者的指甲里面只有木屑，没有 DNA， 难道他根本没有反抗？不，排除掉所有错误的选项，剩下的选项就算再不合常理，也是真相。死者看到了帮凶，就放弃了抵抗，就算有2个人，他也不该这么绝望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妈妈！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不是抓到凶手了吗？我们怀疑还有第2嫌疑人，需要2次现场勘查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马长山说什么了？你关心的不应该是帮凶是谁吗？怎么看起来你不想让他交代的样子？我就是想知道真相，所以才问你们的。行了，我不妨碍你们办案了，我去收拾行李。我看你是心虚了，想要跑路。大哥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帮凶。我没有，放开我！你胡说，不是我！哎，怎么回事呀？这不是上一次的那个警察吗？哎呀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这警察说我杀了我儿子，这天底下哪有当妈的害孩子的？他这是要屈打成招啊！这虎毒还不食子呢，这张姐平常对她儿子可好了，你们可要搞清楚状况呀！该不会是破不了案就随便抓人吧？啊，对，我就说了这小孩几句，他就记恨在心，要把我抓进去，给这孩子出气，我冤枉啊！快把手机放下！不放，我这可是全国直播，人们都看着你呢。来，大伙儿，快来快来，都看看啊！警察欺负人了。喂，高局，不用多说了，我看到直播了，你们找到证据了吗？我可以共情死者，从他的角度来推测事件的过程，可这不能算证据。还没有。那你们就立刻回来，
这是命令。我，你以为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就能为自己脱罪？天真，心理学可是我的主场。你想引导舆论，那我就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口说出你的罪行。开得好！你杀了你亲生儿子，就该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脸。你血口喷人！你们敢污蔑，我要告你们！污蔑？那我问你，你每天中午都要打，下午3、4点左右才会去买菜。案发当天，你和牌友吵架，所以提前回家。可为什么买菜的时间也提前了？那又怎么样啊？楠楠难得回来，她饿了，我买菜做饭还犯法吗？可你那天买的是芹菜，你丈夫说过，死者从不吃芹菜。12点10分，你出发去菜场，刘苗也在那个时间遇害。可你根本不是1点钟回到家才发现他的尸体，而是你杀害他之后，故意借用时间差来伪造不在场证明。可惜你杀人后心不在焉，甚至忘了死者不吃芹菜，随便买了点东西，反倒成了你最大的漏洞。我没有，没有！你们警察办案不是要讲证据吗？你们有证据，早把我带走了。你就是在造谣！是呀，张姐平常对她儿子可好了，封口白牙，你们可不能乱抓人呐！哎呀，这种人就不配当警察，网友们都来举报他呀！张丽英，你以为大哥放了你，你就能回到以前的好日子吗？你背叛自己的丈夫，出了轨。你们离婚后20几年没上过班的你，连生活都是问题，你只能变回从前那个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的纺织厂小妹。出轨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死丫头，你懂什么？和我老公就是感情不和，你别乱说话。不，刘旭都很爱你，反倒是你的前夫年轻帅气。你以为他爱你，其实他爱的是你的钱。你现在连钱都没有了，你说还有男人会心疼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就想要一份真诚的感情，我有什么错？是他骗了我！是你有眼无珠，对不够了解的人带有滤镜，还把他想得格外好，以此来满足对爱情的幻想。可当熟悉以后，你发现滤镜破了，就开始嫌弃枕边人，直到他对你失望，离开你。我猜20年前你也迷恋过刘旭东吧？你这样的人就不配被爱。我没有，你闭嘴，闭嘴啊！爱不是男女才有的，亲情也是爱。如果刘苗还活着，就算你离婚，他还是会照顾你这个妈妈，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心疼你的人。对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请假回家吗？刘苗最近几个月勤工俭学，攒钱买了条项链。那天是你生日，他特地回来，应该是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吧？不可能，他粗心大意的，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生日礼物。你说谎！妈，你帮我看看这几款项链哪个好看？哎呀，都好看。哎呀，妈，我要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惊喜，好好看看呗。就这个。好嘞。哦，你是谁？干什么的？
程山，使劲啊！使劲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把他告诉他爸。我看见他断气了，我就后悔了。苗苗，妈后悔了，是妈对不起你啊，苗苗。天哪，真的是他杀的？那可是他亲儿子呀，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啊？哎呀，是我杀的！你们把我枪毙了吧，让我去陪我儿子！你怎么知道刘苗还想见你这个妈妈？不会的，我儿子不会不要我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些话不会的，留着跟法官说。不会的。张丽英，你因涉嫌杀害刘苗，被依法逮捕。哦，恭喜小妹获得荣誉市民奖，小妹真棒！高局说你是天生当刑警的苗子，要好好培养。让你有空就去警局熟悉熟悉环境。好，我帮过警察这么多忙，当然是好市民。不对，我可是要当顶级罪犯的人，这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小妹，这是二哥给你的奖励。小妹，这是二哥给你的奖励，你看，喜不喜欢？二哥真是个幼稚鬼，谁家罪犯喜欢小猪佩奇啊？谢谢二哥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二哥。小梅长大了，都知道给二哥买东西了。不过，为什么是二哈呀？好了，快去洗手吃饭吧。大哥，小梅这么有天赋，要不让她看看爸的案子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当年爸追抢劫犯失足落水，爸当了20年的刑警，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爸的死肯定和陈野有关系，陈野被定了抢劫罪，是被判了6年。我知道你放不下，可当时的调查结果很清楚，抢劫犯没有作案时间，爸的死和他没关系。哥，你也是老刑警了，这话你信吗？这话你信吗？就算和陈野没有关系，那肯定也和他同伙有关。这些年我一直暗中调查，我也怀疑他有同伙。可这群人连警察都不怕，万一他们对你动手，我该怎么和爸妈交代？爸死了，明天陈野就出狱，以后他还是能吃好喝好。可我不甘心。大哥，当年这个案子你没有查出来，不如就让小妹试试看。这件事以后不准再提，不许让小妹知道。还有，你关心她出狱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将来是要加入警察队伍的，别给自己惹麻烦。知道了。原来徐家老爹的案子有疑点，大哥二哥这么照顾我，不如帮帮他们。大哥二哥，我想查爸爸的案子。不行，我怀疑对方有同伙，对方心思缜密，万一他们对你们下手，我有你们保护我，怎么会出事？放心吧，只要是谋杀，我都能找出凶手。好，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寸步不离的保护小妹。但这件事情你不准参与，免得你一时冲动惹出事来。好。啊？小妹，你看，6年前陈野在街上抢了一个女孩的包，
爸当时路过附近，听到声音就追了过去。站住！站住！警察！监控显示，他从公园的正门跑进去，很快就从后门逃出来。爸爸追了进去，隔天才有人发现他溺死在湖里。尸检报告显示，爸爸是生前入水。他是刑警，陈野想要制服他，要花不少力气。从监控来看，陈野的确没有作案时间，所以我才怀疑他有同伙。就算不是他亲自动手，也有人可以帮忙行凶。可是现场没有别的痕迹，只从一块河边的石头上提取到了爸的脚印，所以这才判定为失足落水。可是我不相信爸会在抓捕的过程当中会这么疏忽。的确太巧了，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注意到的。大哥，我找到了，陈野确实有同伙。陈野确实有同伙。真的吗？陈野说，他是一时兴起，随便抢了个人，想看看对方的反应，说明他是个冲动又傲慢的人，不会做周密的计划。可是他在用刀威胁受害人时，说他只想要钱，给对方构建心理上的安全感，这就不是他能做出来的事。还有，受害者的反抗让他感受到挑衅，他气愤之下想要行凶，却硬生生地停了下来，这完全不符合他的行为逻辑。大哥，有人教过陈野怎么抢劫。还有，你看这个。第一，他被爸爸追，原本还很紧张，跑到这里就突然间放松了，好像不再怕被抓。第二，现场被处理得这么干净，他又没有作案时间，结合以上几点，可以确定有人在公园等着接应他，杀了爸爸的人就是他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线索，我们就可以申请重新立案调查。我现在就去局里。哎，你们这么打算带我？我发誓，这次行动不管查到什么，我绝不会单独行动。一切听从二位领导安排。退下，不要挡路。孙直，不过，我刚才在门口捡到一封信。好了好了，二哥，和大哥回来再看，你在家里乖乖的哦。等等，这封匿名信上说有真凶的线索，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先查一查再告诉他。去8街35号。小伙子，你找谁啊？哦，我是找我朋友的，不过他好像不在。你是他的邻居吗？你是小陈的朋友啊，怪不得一直敲门，我还以为出啥事儿了呢。小陈？是啊，这房子是陈野他哥给他买的，空了好多年。你不是来找他的吗？这是陈野的房子，谢谢人说的凶手就是他。你们要重启老徐的案子？我在公园的监控里和受害者的口供里发现线索了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能证明陈野有同伙。这些疑点的确可以作为重启案件的条件。好，我立刻向上级申请成立专案组。当年陈野咬死不肯承认，有证据就会有突破口。你立刻带人去盯着他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高局，有案子了，陈野死了。死亡时间大概是早上9点，死因是因为被钝器打击头部，导致颅内出血。
凶手足足打了他18次，屋内没有被翻找的痕迹，大量现金和股票都没有丢失。凶手不是为财，初步判断是仇杀。这么多血迹，居然没能留下指纹和脚印，说明凶手的反侦查意识很强。陈野是一个人住，这里却有2个杯子，还有余温。陈野刚招待过凶手，亲手给他开了门，可他们关系并不好，不然陈野不会只泡1杯茶。不对呀，他们关系不好，怎么会让他进屋呢？说明陈野瞧不起对方，觉得对方没胆子杀他。徐队、赵队，死者邻居说他见到了嫌疑人。这小陈死了！哎呀，我就觉得那人不对劲儿，还说是来找朋友，结果连这房子住的是谁都不知道。你能形容一下这个人的外貌吗？他长得斯斯文文的，还挺帅。哦对，他还戴了个狗链子。草莓长大了，都知道给二哥买东西了。您说的这个人是他吗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！你好，请到这边做一下笔录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大哥，二哥不可能是凶手，他不会做这种事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他找出来。二哥不会杀人的。小野，我的儿子，徐队、赵队，我没拦住他。陈江，那是你弟弟啊，小野。妈，你冷静点，警方还在调查，我们不能添乱。我怎么冷静？我儿子死了呀！他被打成那个样子，该有多疼啊！有什么？你们一定要他死吗？你们就是杀人犯！你废我儿子的命！都住手！高局，你是他们领导，是吧？他弟弟杀了我儿子，你们怎么还不把他抓起来？伯伯，现场没有留下直接的证据指向二哥，他不是凶手。妈，徐队、高局，我妈是心急才这样说的。我相信警方一定会抓到凶手，给阿野一个公道。他不是那个小杂种又是谁？6年前他见到我儿子就要动手，像他这样的暴躁狂就该死。别吵了，目前徐小飞是唯一的嫌疑人，我们会对他进行传唤。高局，小徐，这案子你不能再管了，你暂时先休息一段时间吧。糟了，抓不到嫌疑人，二哥有可能被定为畏罪潜逃。二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这么晚，大哥肯定睡了，我得赶紧去案发现场找线索。你要去哪儿？大哥，你是不是要去陈野家？徐宝宝，你知不知道私自去现场是违法的？况且凶手通常是会回到现场，万一你遇到怎么办？可是我想帮二哥。我和你一样想帮他，可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。你担心你二哥，就不怕我担心你吗？听话，这案子大哥会想办法。大哥去不了警局，就看不到卷宗，能有什么办法？赵队，你怎么来了？
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来帮忙的，我就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，找你们分析一下陈野的案子。我们排查了陈野的所有关系网，发现他这人挺讨人嫌的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不过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，在凶案现场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凶手的痕迹。现场那么多血迹，凶手就没留下足迹指纹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只要凶手来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，我一定找得到。奇怪，这里怎么少了一件衣服？挂烫机是插着电的，说明陈野死前熨过衣服，可衣挂上什么都没有。一般熨烫的都是外衣和衬衫，可陈野穿的是卫衣，不需要熨。衣服不会凭空消失，现场有大量的喷溅血迹，凶手身上一定也有。他为了保险，很可能换上了陈野的衣服离开。可陈野的衣帽间足足有40条，难道我们要一件一件去查丢的是哪件衣服？就算查到了，这凶手也不能再穿上它招摇过市。要查的是衣架和衣挂，凶手为了不留下指纹，一定会在清洗痕迹的时候戴上手套，为了避免衣服沾到血迹，大概率会在换衣服的时候摘掉手套。一般犯罪者都会在最后一刻松懈，也许他会在这2点留下指纹。我现在就问问江法医。喂，老江，你在案发现场有提取到那枚指纹吗？对，衣挂上了。行，那你比对一下那枚指纹，我等你消息。比中了？你说比中的是徐小飞？这不可能啊！肯定是出什么岔子了。我现在就去找江法医。没用的，大哥，我全都明白了。这枚指纹的确是二哥的，这不是完美的作案，而是完美嫁祸。凶手故意留下指纹这个破绽，为的就是让二哥成为嫌疑人。可二哥为什么会那么巧去了陈野家？我刚在门口捡到一封信。是那封信？果然，大哥，凶手的目标不止陈野，还有二哥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一场针对小飞的栽赃？对，这个人了解陈野，也了解二哥，所以一开始的方向就是错的。凶手是和他们俩都有交集的人。首先要怀疑的是，你赔我儿子的命啊！高兰芝和陈江，但以高兰芝的体力，很难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所以嫌疑最大的是陈江。这不对啊！陈江他们兄弟俩感情一向很好，陈江在一家化工厂做技术总监，对他弟弟也是有求必应。他几百万的年薪有一半是花在陈野身上，他怎么会杀陈野呢？也许不是他愿意给弟弟花钱，而是妈妈偏爱小儿子，要求他这么做的呢。小野，我的儿子。高兰芝叫陈野儿子，叫陈江名字，他的偏心很明显。在不公平的环境下，就算性格再好的人，也会产生比较心理。陈江不可能和陈野感情很要好。可陈江和他妈妈住在半山的别墅，案发当晚他很早就休息了，高兰芝也可以证明。这倒也是。明天我去见死者家属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他们对小孩没有戒备，到时候我拖着他们，你趁机去找线索。我会在外面接应你，小美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如果陈江真的是凶手，该小心的是二哥才对。他能拿到二哥的指纹，恐怕二哥就在他手上。为了让二哥一直潜逃，他怕是会杀了二哥。是你，陈江！
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父亲？就因为他要抓你弟弟吗？你想多了，我让陈野去抢劫，就是为了让他被抓。什么？陈野太笨，没有我的指点，他肯定会杀了被抢的人。而我想让他坐牢，又不想让他闹出人命，这也太麻烦了。很可惜，你的父亲直觉也太准，他一看到我就认定我和陈野是同伙，那我就只能灭口。畜生！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我没有人性，我要没有人性，你今天可吃的不是这条苦。干了什么？打晕你的时候动了点手脚，学了这么多年化学，现在讲给你一时半会你也听不懂，疼不了多久，很快我亲自送你上路。妈，你醒了？我好像听见你和人吵架。哦，我在地下室做实验，有只小白鼠快要死了，可能是它把你吵醒了。我去开门。陈江，关于陈野的案子，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。又是你个丧门星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你给我滚！妈，我们有义务配合警方工作。再说了，你不想查到凶手，让阿爷走得安心吗？东海龙王，你这是向寡人示威吗？你弟弟最近会得罪什么人吗？阿爷脾气不太好，也没什么朋友，就连我和我妈的话都不听。要说得罪人，没那么严重。看来你很关心你弟弟啊，为什么没有想着叫他搬来一起住？他睡得晚，起得晚，嫌我和我妈唠叨，高中就开始自己住了。要是他没搬出去，就不会出事，都怪我，不该惯着他。我的推断没错，陈江真的有问题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叔叔，我可不可以用一下洗手间啊？好。喂，大哥，陈江的好脾气都是装出来的，他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。你怎么知道？而且家里只有陈野和高兰芝的合照，没有和陈江的。他在这个家里一直都是那个不重要的，他不可能没有怨恨，他早就有了心理问题。高兰芝说他的爱好很多，尤其喜欢做标本，用的动物的尸体，为了还原生前神态，会安装义眼，再摆出展翅、进食这种生动的动作。可陈江用的是真眼睛，动物肢体呈现挣扎状，他是在动物活着的时候残忍地把它们做成了标本。他一个学化学的，对毫不相关的心理学感兴趣，看的还是精神分析法，这种书需要大量掌握心理学知识才能读懂，而且自我分析书籍，陈江对自己的问题一清二楚，有成为清醒罪犯的条件。但凭这些，只能说明他有作案动机，没有办法解释他的不在场证明。是啊，要有证据才能抓到他，问出二哥在哪。这里有地下室。锁上了。你在找什么？洗手间在外面，这里是我做实验的地方，最好不要靠近。知道了，叔叔。地下室连接防护的位置，陈江在这里做实验吗？刚才的声音为什么
声音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陈江根本没有不在场的证据。这孩子去半天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这水也喝了，话也问了，还不走，等着吃饭呢。不能走，我找到凶手了。你们不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还有脸说呀？你们一家子杀人犯，早晚会被抓起来的。妈，不好意思啊。陈江没有留下确凿的证据，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定罪，那就是让他亲口承认他在意家人的关注，高兰芝就是他的突破口。陈江，高兰芝对你漠不关心，当晚你说你不舒服就要睡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过你，对吗？你的房间在2楼，窗户没有护栏，很容易就能爬下去。陈野家在市区，你找他需要开车。高兰芝一整晚都在看电视，他向来会把声音调得很大，你很清楚这一点，才利用他制造不在场证明。陈江，是你杀了陈野吧？死丫头，满嘴鬼话！他们是亲兄弟，怎么可能害他？就因为是兄弟，陈江才会杀害陈野，因为你偏心。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偏心？陈江一路跳级读到博士，毕业后被大厂高薪聘请，年纪轻轻，事业有成。可他再优秀，不是家里讨人喜欢的孩子。这里是他家，却摆满了陈野的照片和你为他准备的东西。陈野的鞋子都比陈江这个主人多。当着你的面，他装作兄友弟恭，其实他早就想要陈野消失。这就是6年前他诱导陈野去抢劫的理由。你放屁！陈江他连只蚂蚁都不舍得踩，怎么会叫小野去抢劫？陈江他说的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能做那种事？妈，我也是你的儿子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信陈江。你如果相信他，你刚才就不会问他。就因为你在陈野坐牢的时候，对陈江还是一如从前那般漠视，他才会狠下心，干脆杀了陈野。死丫头，闭嘴！我的儿子，我心里清楚，陈江他孝顺懂事，所有人都会杀人，他也不会。是吗？你这么了解他，你跟他住了6年，都不知道他在地下室干了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不就是个实验室吗？实验室都会安装防护装置，防止化学品的危害。陈江是化学博士，不可能出这种错。你儿子所有的标本都是活体制作，我猜地下室不是用来做实验的，是他的屠宰场。活的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恶心的事情？小孩，实验室是我的毕生心血，不许你忤逆它。是不是真的？带我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这里就是实验室。石丫头，这怎么回事？陈江的癖好见不得光，他一定会准备一个专门处理标本的地方。干什么？我的推测不会错，就算你处理的再好，留下的痕迹也不会消失。只要用调制出的卢米诺试剂，就算屋子里的血迹被清洗过了，用了它也能纤毫毕现。这是好事儿，能彻底洗脱你的嫌疑，急什么？
这是什么？卢米诺与血液中的铁发生反应就会发光。陈江，你的实验室里怎么这么多血？我平时做实验会用到小白鼠，有血迹也很正常。正常？这里到处都是喷溅型血迹，怎么可能是几只小白鼠能留下的？你到底杀了多少活物？原来真的是你！小野告诉我，他的猫被你弄死，我还不信是你干的。是我又怎么样？畜生！我是人，我怎么生你这么个怪物？怪物？我是怪物？那也是你养的。我跳级读博，你没有夸过我一句。陈野呢？说你气色好，你就说他贴心。我赚钱养家，你认为我理所应当？陈野坐牢，天天念叨他受苦，凭什么？啊，我也是你儿子。可你是哥哥，不就该让着弟弟吗？我让着弟弟，那要是没有弟弟，那我还让吗？早知道6年前我就该杀了陈野，就不该让他去抢劫银行。妈，他的死你也有份儿。我没有，是你疯了！我没有疯。陈江，6年前我爸爸的死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杀害陈野，为了脱罪，又嫁祸给我二哥。是又怎样？承认就好。陈江，你涉嫌杀害徐鹏、陈野，现在正式将你逮捕。等等，我二哥呢？是不是被抓了？他在哪儿？他不就在这儿吗？这些血都是他的。走，快点！二哥，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对不起，大哥不是一个称职的大哥。二哥，你答应我，给我做一辈子的烤鱼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我以后天天背着小猪佩奇的包包，再也不嫌他幼稚了。二哥，小飞，那混蛋捅了我一刀，以为我死透了，就把我随便的丢在这儿。帮我挡住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们去医院，我养2天就行了，先回去了，给小梅做饭。上辈子我是个孤儿，这辈子我有家人了，那我就重新过一次童年，当个漏风的小棉袄吧。走。